Hello， 大家，我是 Charlie， 好久不见。如果你有追踪我的 Instagram， 应该会知道说，就是我前2个礼拜、3个礼拜，然后我去了美国的佛罗里达，去了奥兰多，然后去了迈阿密。然后今天的影片呢，应该会蛮长的，因为我有蛮多故事跟蛮多遇到的事情想要跟大家分享，然后我不想要连分享事情都要写稿子，所以我就用最真实聊天的方式跟大家分享。就是不知道大家对于美国的印象是什么？因为我这次去也是第2次，我上一次去是去年暑假跟我爸妈，然后去找我的 uncle。还有我的阿姨。那今天呢，主要有2件事情要来跟大家分享。但是在跟大家分享开始之前呢，我想要跟大家说，就是因为我自己的英文也没有到非常好，而且我讲英文的口音还蛮重的，就是 I got like 台湾腔的英文口音，就我讲英文没有像是那种道地美国人一样非常的标准，然后有非常漂亮的腔调。我一开始去的时候，我也会很害怕说，就是我英文讲的没有这么好啊，会不会就是会有歧视啊什么的问题？但我想要跟大家说，就是你不管到任何的国家，不管是欧洲、美国 blah blah blah， 都一定会有遇到就是有种族歧视的人。那你遇到那种人，其实你并不用感到害怕，或者是感到自卑，说因为我英文讲不好，他歧视我。但其实你更应该要以你自己会讲中文为傲。你看，我会讲中文，但是我看到外国人，他不会讲中文，我并不会因为这样而歧视他。我们当然就是希望能够跟这种人在一起。对，那如果会歧视你的人，其实你就不用理他，你也不用怕他，就是不要受到这种人影响，然后去破坏你旅游的愉悦感。反正简单来说，就是不要觉得自卑，就是以自己身为台湾人、身为会讲中文的人为傲，不要怕，就没事了。那我自己这次去，其实我觉得我进步蛮多的，因为我都会逼自己一个人去餐厅吃饭，因为其实我觉得去餐厅吃饭对于英文没有那么好的人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因为第一个菜单上面的东西基本上很多专有名词，可能你在台湾看到中文字的时候你并不会觉得什么，但是它把它换成英文的时候你就完全看不懂。好比说什么牛腩呐，好比说什么焗烤之类的。我每次去餐厅吃饭，第一件事情就是开始用 Google 翻译，然后开始研究它的菜单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那我觉得这也让我进步非常多，因为美国的点餐的文化跟台湾很不一样，就是基本上你去餐厅都是要付服务费，小费是另外的，就基本上服务生不会不理你，他基本上都会一直去关心你，一直会问你说，How are you doing？ 就是你觉得怎么样啊？用餐的如何啊？他都会一直来关心你。那我为什么会说这次我去会进步很多呢？因为我都是一个人去餐厅嘛。那一个人去餐厅，你就是要自己点餐，然后自己去研究菜单上面到底有什么东西。那有什么问题或有任何的需求，就是我都会告诉自己不能怕，就是你只要有任何有需要的地方，就一定要跟服务员讲。那就算你英文没有那么好，有可能有些词不达意，或者是他可能听不太懂，那就是你要讲到他听懂。那其实你这样想想看，你都已经要付15%到20%的小费了，而且他们那些服务生基本上底薪都很低，他们都是靠小费来撑他的薪水，所以他们也会很热情的想要服务你。所以你有任何需要，你就不要怕，就跟他讲，不要说因为我英文不好啊，算了，就这样。对，那你勇敢的讲了，你就会进步很多。那这是我自己这一次去蛮大的收获之一。那在这之前呢，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通常我们这些外地人到了美国之后，你会完全不知道到底要吃什么东西。那这时候网络就很方便了，因为现在你看网络那么方便 ，Google 一下其实都可以找到一些很棒的餐厅，或者是有一个 App 叫做 Yelp， 就是它那个 App 上面都会有你附近，它会找你附近有哪些餐厅，然后评分怎么样，然后大家去吃了之后的评论是如何。东方菜是西方菜是越南菜是泰式 blah blah blah， 它都分得非常清楚，所以那个 app 其实蛮好用的。对，因为我到后来就是除了吃连锁的餐厅之外，我也会在上面找一些就是可能他们当地不是连锁的，但是评价蛮高的餐厅去吃。那基本上都不太会踩雷啦，如果评价蛮高的话，基本上都是不错。这个东西呢，它叫做 Crepe Nutella。然后我有另外加了 strawberries 跟 banana， 它看起来非常的好吃。当然，美国那边的消费物价非常高，就基本上好比说我们在台湾好了，吃个早餐可能50块100块，你吃比较多可能吃100块。那在那边随便基本上你可能点一个松饼，基本就是10块美金起跳，就大概200多300块台币。但是唯一的不一样就是他们的分量非常大，给大家看图片。
对，这是我前几天去吃的早餐，就这么大份。但其实我觉得一个蛮奇怪的地方就是，其实我平常在台湾没有吃这么多，但是我到了那边之后，分量变大了，然后我也就开始会把东西吃完。可能是因为觉得花了很多钱，不吃完觉得很浪费。那我这次去整趟美国，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一餐就是我到迈阿密，然后有一间海鲜餐厅，我忘了它叫什么名字，就是我跟朋友一起去，我朋友找的。然后它的标榜就是说，龙虾吃到饱，然后那个龙虾 ，Oh my god， 它的龙虾脚都这么大，然后它壳都帮你处理好了，你只要这样剥一下，它就全部掉，然后那个龙虾脚是你可以这样直接吃的，然后它是这么大盘，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么过瘾的海鲜。So like so, just like this. This one, now, of course, when you have a video, that's when it gets tough on me. But here, this one, I don't want to touch your food too much, but you see what I'm saying. 因为我去那间餐厅的时候是 Ultra 的第二天，还是对第二天中午，在我们去之前，我听那个他们餐厅的经理有讲说，就是 Chainsmokers 在我们去吃之前，也是去了那间餐厅，然后吃了一样的东西。想也知道，你吃这么爽的海鲜，一定超级无敌贵。那一餐我们吃了一个人哦，90块美金，超级贵。就是吃的时候很爽，然后付钱的时候就，你懂。大家是偶尔去，就是都已经好不容易出国玩了，那我很推那间餐厅。对，我会把餐厅的名字放在这，如果我查得到的话。对，然后还有龙虾饺的图片。那间真的是我觉得虽然很贵，但是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值得，因为真的很好吃。后来 Ultra Miami 的第3天的中午吧，我们再去吃了另外一间海鲜的餐厅，也是很贵，但是我就觉得没有这么优。举个例好了，像他们那边也会有什么生鱼片的寿司啊，blah blah blah 之类的。但是就我吃到的来讲，我觉得真的台湾的随便，就好比说什么藏寿司好了，它的生鱼片的新鲜度都比那边好很多很多，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那边的生鱼片什么什么，给我的感觉是在台湾吃就好，不要去那边吃，而且又很贵。那个龙虾我真的是非常非常推。这是我去其实最喜欢吃的早餐，就是他们的连锁餐厅，就是 IHOP。对，反正 IHOP 它是24小时的，然后有松饼，有牛排，就是还有很多东西就对了。对，你们如果有机会去，然后可以去吃他们的松饼跟他们的 cream。我真的觉得他们的 whipped cream 真的是超级好吃，他们的那边的鲜奶油跟台湾的好不一样，因为他们鲜奶油奶味很重，然后就吃起来就很舒服，我也就不知道为什么。我去的那一间 IHOP 就是那时候有一个服务员，她有点老的，然后是一个就是阿姨，反正就是一个老的女生啊，白人女生，然后她在服务我的时候就是问我说很热情说你从哪里来的然后我就跟她说从台湾来的这样。然后他就开始跟我聊天，因为他说他是从德国来的，然后他的英文也不是这么的好，一开始啦，当然他现在在那边住久了，当然英文就会变很好。他就说，就开始称赞我说，他觉得我英文讲的还不错啊，以一个出来观光的人来讲，对，以一个出来观光的人来讲，还行，就还能够沟通这样，可能就只是这种简单的对话，然后闲聊，就让我有一种体悟说，说不定其实出去玩去哪里并不是这么重要，而是你遇到了什么样的人，然后你可以就是能够了解他们那边的文化啊，然后互相交流彼此的东西。我觉得这其实真的很美好，我觉得这种感觉真的很棒，就是你可以跟陌生人然后变认识，然后那种感觉我不知道该怎么讲。所以经过这一次，我很鼓励大家说，就是基本上他们都很热情，你只要敢讲，他们基本上都会跟你聊。对，那如果他们不跟你聊就算了，就 whatever 下一位就好了嘛，对不对？又不是说没有其他人。我就觉得我很喜欢他们那边热情的感觉，就是大家会互相闲聊啊，互相干嘛。所以真的不要怕讲了你会遇到很多不一样的事情。然后我接下来要分享的第一件事情是，其实我接下来要分享的2件事情都是我在 Instagram 上面有跟大家分享。那在这边跟大家用讲的可以更详细，然后因为我有拍一些影片，所以可以交叉放一些素材给大家看最真实的状况。那这2件事情呢，是我觉得这次旅游中我觉得很珍惜、很开心，然后觉得很不可思议的2件事情。
那其实这2件事情呢，都跟 Uber 有关。那第一件事情呢，是有关 Uber 司机，因为我那时候在迈阿密，就是我要坐 Uber 去找我朋友，然后基本上迈阿密非常多拉丁人，就是可能我不知道，我好像那时候听说好像是60%吧。你那边看到的面孔，并不是都是美国人，讲西班牙语的人非常多。那我第一天遇到的司机是。他非常的可爱，就是我一上车他就开始跟我聊天。但是大家要知道，就是并不是每一个拉丁人，就是在迈阿密的拉丁人，在迈阿密的南美上来的人，移民 whatever， 他们并不是每一个人英文都讲得非常好，而且很多的口音都非常重，因为他们的母语并不是英文。那当然也有就是英文讲得很好的，那就是你知道吗？什么人都有 ，OK， 这不是重点。反正就是那个司机的口音非常的重。然后我的口音也非常重，所以我觉得我们对话起来就蛮好笑的。然后我们就闲聊，然后我也问他说：“哎，你是从哪里来的？”然后他好像是跟我讲了一个国家，其实我也很不确定他到底是在哪里，反正就是南美洲的国家。然后他就说他会来美国是因为他好像5岁的小孩子在那边差点被绑架，他就说有人尝试着要绑架他的小孩，然后他就是觉得那边治安真的太差了，那边真的太糟了，所以他就决定说把整个家庭、把妻子、小孩全部都带到美国来。然后那个司机给我的感觉是他非常的感激他所拥有的一切，就是。他能够来到美国啊，然后 Uber 愿意给他这个工作机会，让他有在这边能够生活。那他跟我讲了这些东西之后，我就觉得就是了解一个你们可能生活上完全碰不上边的人，那感觉真的很棒。Latin singer I know is not that much, but it's like Enrique Iglesias. These are really good. The new song, The Baño. Daddy Yankee and something like that. This is reggaeton music. Yeah, they're all reggaeton music. How do you know right now? Because Luis Fonsi and Enrique Iglesias. Yeah. This is a romantic song. Oh. Normally they sing a romantic song. Yeah. Never sing reggaeton. Okay. For first time in the last 2 years, they sing in reggaeton because the reggaeton is the new songs is heard everywhere. Yeah, that's really popular right now. Yeah. 然后我跟他说了我要参加 Ultra 嘛，然后他就问我说，哎，你是要来表演的还是你是来玩的这样？然后我就跟他说，哦，能够来，如果有一天真的能够到 Ultra Miami 放歌，那当然是梦想啊，对不对？然后他就跟我说。反正他就是鼓励我了，他就说你只要有梦想，但是你只要够相信你自己，然后你够努力，有一天你一定会完成。因为我已经听了他的经历了嘛，就是他跟他小孩还有家人的事情，再听他从他口中说出这些话，就是真的很有道理，你知道吗？就是他也是在一个默默无名，然后治安非常差的南美国家，然后他有一天真的想要保护他的家人，然后就真的可以把他的家人带到美国来。不知道，我就很感动，我觉得就是。我就是觉得你知道吗？这趟旅游最让我感动的地方，并不是他们那边多好玩或者是怎么样，而是人。然后他后来知道我是来玩之后，他就是超跳痛的哦，前一秒非常的正常，然后非常的正面，然后他突然就说：“哦，你是来玩的哦。”他就说你会看到很多人喝个烂醉，你会看到很多人在嗑药，你会看到很多人在 fuck。然后我一开始听 fuck，really， 我有点听不太懂，因为他口音很重，什么 fuck 是那个 fuck 吗？还是然后后来就是真的是那个 fuck？ 对，小朋友就是这个字是不好的，我希望是用正面的角度去跟大家讲这个字，而不是说一味的逃避。OK， 就是大家了解这个字是不好的，然后平常不要乱用。OK， 然后司机就突然跟我说这个，我就想I can see someone fuck, really？ 对我那时候的表情就是这样。然后后来还问我几岁，我就跟他说我21。就他接下来讲的话超级劲爆，他又说 If somebody told you to fuck her, then fuck her。反正他就是说你的21岁只有一次，所以如果有女生叫你跟她做爱，你就跟她做爱，因为你的21岁只有一次。OK， 他就跟我这样讲，我就觉得 OK，I'll do my best 。没有，我就觉得他很可爱，因为拉丁人又比较热情。然后我也有跟他聊到说，拉丁人很热情的这一块，我就说，就是我对于拉丁世界的了解，就是从音乐呀，那个叫什么 reggaeton 雷鬼动音乐，就是给人的感觉，他们的歌词都是非常热情的。然后司机就说，对，
他们是非常非常热情的一个民族，但是他们并不随便。对，因为我们刚刚有讲到就是这个 fuck 来 fuck 去的事情，所以他就跟我强调说，虽然拉丁人非常热情，然后很喜欢跟大家很喜欢跟别人交朋友，但是他们并不随便。反正就是到了之后，就是我还跟司机说不行，我一定要跟你合照。对，然后我们就拍一张照，他长得非常非常可爱。对，然后这是我在这次去美国遇到其中一件让我觉得非常感动的事情。对，分享给大家。那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一样是像我前面所讲到的，就是不要怕跟别人聊天。就算你的英文就是超级爆烂，你要比手画脚，你聊了会遇到很多不一样的事情。对，再次强调。然后接下来下一件要跟大家分享的也是跟人有关，也是跟 Uber 有关。然后这次的发生的时间点是在 Ultra Miami 第一天结束之后，因为大家知道 Ultra Music Festival 就是3天的音乐季。第一天结束之后，我就是心情没有很好，因为第一天的 DJ 我没有那么喜欢，这可能是其中一点。那另外一个点是，我没有朋友一起玩，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就是你要去 party， 你要去 rave，你有一个同频率的 partner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你自己玩，你再嗨也就这样，但是如果可以跟一个同频率，就是同样喜欢同样东西的人在一起玩，那个感觉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就跟你打电动一样，你打电动一个人打这种无聊，但是有朋友一起玩的时候就觉得很好玩。那第一天结束之后，我非常的失落，因为我就觉得都来了，但是就是没有人可以一起，我觉得好难过。因为就算你很敢讲，你在那边可以跟旁边的人聊天之类的，但终究你要找到说完全 match 的人，还是有困难的。而且何况我又是亚洲人，而且英文又没有那么好。如果我英文很好的话，应该很容易就可以跟大家打成一片。但是我英文真的没有那么好。对，因为他们并不会因为说你是亚洲人，他讲英文就跟你讲的比较慢一点。对，不会有这种事情。OK， 除非是你们认识的人，他知道你的困难，他才有可能这样做。反正就是第一天结束之后很难过嘛，就觉得我觉得好难过，就是没有朋友，就是很可怜，边缘。对，就是边缘。然后我就叫了 Uber 要回 Airbnb。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就是美国的 Uber 跟台湾的 Uber 不太一样。台湾的 Uber 通常都是就是一台车，就你一个人就只能叫一台车。但是在美国，他们有一个 pool， 就是 POL， 那它那个选项就是你可以跟别人共乘，就是如果你们的目的地接近，那 Uber 会安排就是同一辆车，他载完那个人会再来载你，然后他再去目的地这样子。那我那时候就是用 pool， 因为 pool 比较便宜。美国搭 Uber 真的不便宜，但是 pool 算是一个比较便宜的选项。因为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就是 Uber 会随着忙碌，就是叫车的人变多，它的费用会增加。那想当然的 Ultra 结束之后，叫 Uber 的人肯定超级爆多，然后那个费用呢，可能是10倍、20倍、30倍在跳，非常的贵。然后我就叫了 pool， 然后就车来了，我就上车，然后我就开那个车子的后门，然后我就看到准备一个女生倒在一个男生的大腿上，然后我就很尴尬，sorry， 我就坐到前座这样。然后我坐到前座之后，就是我就看一下他们后面后座他们到底是怎么了，然后我就问那个男生说，is she okay 这样，我就说他还好吗？因为我以为他是喝挂来的什么之类的，结果没有，那个女生非常非常的清醒。然后我们就开始闲聊这样，然后我就说hi， 就是 where are you from 之类的，聊一聊就发现说，那个女生是巴西人，然后男生是美国人，是从亚特兰大来的，然后他们已经 dating like 2年了，他们已经在一起2年多了。然后我就跟他说，我是从台湾来的啊，然后就竟然那个男生有来过台湾，而且他还秀给我看他来台湾跨年，然后去101看烟火的那个影片。我就觉得哇，怎么可以这么的好运遇到他们？然后他们又很热情，他们非常非常热情什么都跟我聊。然后他就问我说，你最喜欢的是谁？我就问他说，他们最喜欢的是谁？反正就是这样闲聊，然后他就问我说，你是自己一个人吗？我就说，我没有跟我朋友，但是我们没有一起玩这样子。那个女生叫 Gabby， 男生叫做 Chris， 然后 Gabby 就跟我说 ，Come on, join us。之后2天就是跟我们一起玩嘛。然后我就说真的吗？然后他们就很好，因为 Ultra 是大概有8个舞台吧，我记得今年的 Ultra Miami 有8个舞台，然后他那个时间是可能你喜欢看的 DJ 跟我喜欢看的 DJ 可能同一个时间放，但是在不同舞台。那这时候只能分道扬镳。然后他们就跟我说没关系，他们就是看谁都可以，反正就看我想要去哪，就是我们可以一起这样。然后你知道吗？我当场听到就跟那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正义联盟，蝙蝠侠在跟闪电侠说你要不要加入的时候，拜托根本你不用讲，我就说 Come on, I'm in. Putting together a team
people with special abilities. You see, I believe enemies are coming. Stop right there. I'm in. You are? Yeah, I need friends. 我就跟他说，哦，当然好，当然好，然后我们就交换 Instagram 这样，跟人家交换 Instagram 之后，一定会发生的事情就是他们会被我的追踪人数吓到，然后就是 Chris 就看到就跟 Gabby 就说，哇 ，he's like got like 73K followers， 那个 Gabby 就说，哇 ，you're famous。反正就很好笑，然后我就开始跟他解释说，我是干嘛的啊？反正就闲聊啦，然后我就跟他说，我是拍影片啊，拍 YouTube 啊。他们就是人很好，他有问说，快点啊，给我看一下你的 YouTube 频道，我就输入给他看。但是那时候我就有一种感觉，我就说，哇，要是我英文真的可以那么好的话，我可以用英文拍影片的话，你看我就可以秀给他们看我平常在做什么。就觉得很可惜。对，然后就这样到了目的地之后，我就是跟他们 say goodbye 这样，然后我们隔天就是直接联络。然后我第二天到了会场之后，他又介绍了另外2个 Brazilian 给我认识，因为 Gabby 是巴西人嘛，然后他有另外2个巴西的朋友，也是在美国待一段时间，所以英文都还不错，不是还不错，英文都非常好。对，然后就是在认识了2个女生，一个也是叫 Gabby， 一个也是叫，他们2个都叫 Gabriela， 然后还有一个 Larissa， 反正就是我又再多认识了2个女生这样子。然后我们就一起玩，我们就一起听音乐，一起喝，然后一起合唱，一起跳，就是什么都一起。然后我就觉得感觉非常非常棒，因为那个频率真的是在同一条线上。然后那个感觉真的超棒，你知道吗？我现在的心呢，还有一点是在迈阿密，就是因为他们，你知道吗？能够在那种情况下，在那么不可思议的情况下认识彼此，又能够这么气味相投，然后这么聊得来，这么投机。因为你看文化差异跟文化背景实在是差太多了，但是还能够让你们聊得来，我觉得这是命中注定，你知道吗？然后比较好笑的是，就是最后我们要结束，就是要分开的时候，就是 Chris 就跟我说，那时候。第一天 Ultra 结束之后，就是他跟 Gabby 回家，就他们就一直在聊我，就是他就说 Gabby 就是一直在 talk about Charlie 这样，你知道吗？就是不可思议，这种人生经历能够有多少次，一辈子能够有多少次？我觉得，反正就是最后一天结束之后，我们就是不过瘾。虽然看到了 Swedish House Mafia， 你知道吗 ？Don't you worry, don't you worry, child。虽然看到了，但是最后结束之后还是很不过瘾。然后我们就决定一起去迈阿密的海边，这样大家就是躺在沙滩上面啊，然后听着，因为我现在会 DJ 了嘛，然后我也有录自己完整的 set， 就是1个半小时的。然后我就说，你们要不要听？然后我就放给他们听。然后就是这样躺在海边，然后闲聊，然后就度过最后1个晚上这样。然后要分开的时候真的超级难过的。那当然就是之后我们还创了一个群组，然后就是现在还有就是偶尔在聊这样，对吧？然后我们就约定说，明年的 Ultra 在迈阿密要再见这样。你知道吗？那时候我就跟他们说，我真的觉得我能够在第一天坐上那个 Uber 是我今年最幸运的事情之一，就是能够认识他们真的很棒。然后呢，总结这个故事为什么会发生，也是因为你敢跟人家聊天，才会发生这么幸运的事情。因为我那时候有想过啊，你看，要是我在第一天早个5分钟叫 Uber， 然后甚至是晚个1分钟叫 Uber， 我说不定就不会遇到他们了，你知道吗？这就是缘分。这也是让我觉得旅游有价值的地方，最有价值的地方。勉励大家，就算英文没有那么好，还是不管是英文啊，你可能去日本去哪里，不，任何国家都一样，你只要敢讲，就会遇到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然后记得去追踪我的 Instagram， 我都已经讲那么多次了，就是因为在可能2个多礼拜之后，会有一件重大的事情发生，所以这段时间的影片可能在2个礼拜内还会再有一部非常特别的影片，对，就是要给大家的。那是什么事情呢？就是在那部影片大家就会知道。然后这段时间我也想了非常的多，很抱歉现在不能跟大家讲，因为下一个影片就是要让大家知道说这件事情到底是什么，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就是很抱歉说让大家等了这么久，然后大家如果平常想要看到我的话，可以到我的 Instagram 看看，我都会发现实动态更新。那今天的影片差不多就是这样子，因为我觉得我今天特别的感性，能够跟大家在摄影机前面闲聊，真的感觉也
蛮棒的，能够分享一些故事给大家，启发大家。Feel so good。好了，那就差不多这样啦。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这边了。如果你喜欢我的分享，别忘了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然后记得去追踪我的 Instagram。好，那就这样啦，我们下部影片见，拜。哦，记得留言告诉我说你喜不喜欢这部影片啊，或者是你任何旅游上的故事都可以欢迎分享给我，好不好？那就这样。